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爱情有烟火6位女星人气排名，王楚然第2，杨童书第3，第1位竟然是她。爱情有烟火这波真有点魔幻，一部压了3年的剧，悄无声息丢进央8晚9点半这种典型爸妈档，孵化到一股老土味。结果收视飙到 1.45%， 把同台的古装大男主与林玲都踩在脚下，收视炸了。豆瓣却开在 5.1， 差评率高达 78%， 中老年观众一边边追得上头，年轻人一边边在弹幕里骂悬浮过时。同一部戏，仿佛2个平行宇宙在看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但有一个点，几乎所有人都认可，这剧的女演员一个个是真人脸，古香再现，辨识度再现，再带点角色气质，凑一起竟然不撞模。这在近几年国产偶像都市剧里已经算稀缺资源。先说观众最有代入感的那个瞬间，姚晶晶踩着细高跟，左手拎包，右手2杯冰美式，直接杀进前妃前男友公司，当场开队。连那句我只是暂时困难都没等渣男讲完就给怼回去。那一幕一出，弹幕几乎刷屏统一，我要是有这种闺蜜，这辈子值了。而让这场面成立的关键是饰演姚晶晶的江佩瑶，她既不是传统意义里那种白瘦幼的偶像脸，也不是整到毫无表情的流水线高级感，她是那种你在办公室广告公司真能见到的精英女同事，高跟鞋踩一天不喊累，客户面前能打能扛，回到闺蜜这儿又秒变情绪垃圾桶回收站。短发一剪，英气全开，换上旗袍又立刻风情起来，同一张脸2种气质。这也是为什么在那篇把爱情有烟火里6位美女拉出来排队的文章里，她被放到了第1。作者给自己定了3条苛刻标准，尽量选原生脸，要贴合角色，还得看演员本人有无反差故事。按这个标准往回看，江佩瑶几乎是最对题的那一个。她这几年明明戏不少，却一直是女主闺蜜专业户，杨紫、马思纯、关晓彤、周雨彤、白鹿的闺蜜都被她演了个遍。亲爱的、热爱的里的孙亚亚，你是我的城池营垒，曾少年以爱为营里都能看到她，人送外号小高圆圆。但她演的闺蜜不是一个模子，有憨憨热血的，有淡淡理性的，也有职场姐姐型的。到了一人之下的夏荷，她又转去性感危险路线，南部档案里演张海琪，雷厉风行美艳挂，这次再落回爱情有烟火里的姚晶晶，飒、仗义、松弛，把广告公司市场总监那种能熬夜、能扛压力，还能帮闺蜜打架的质感给出了。相比之下，王楚然的美就太标准答案了。她在这篇榜单里排第2，不是脸不行，而是美得太精致，精致到有点出戏。王楚然99年生，出道接近10年，从将军在上里的柳熙音开始，她就被贴上了白月光本光的标签，清平乐的张贵妃，柳州记的柳绵堂，玉骨遥的白雪露庆，余年2的桑文，每一个角色的统一评价都是镜头一给，屏幕亮了。这种明艳型的美人，在古欧里简直开挂，任何一套大袖长裙往身上一披都成立。问题在于爱情有烟火里她演的是沪漂投行女前妃，刚开场就被绿、被裁、背房贷，一套生活压力开局就是地狱模式。按理说应该有点熬夜熬出来的倦感，或者是肩膀永远耸着的焦虑感。结果剧里呈现的是一个妆发永远整齐，穿搭无死角，每一帧都美得像在拍时尚硬照的女主。弹幕也吐槽，这不像沪漂投行女，像来上海度假的。所以同样是美，观众会说她的美稍微脱离了角色的生活质感。你要说演技，她并不拉胯，她和谭健次饰演的李亦菲合租、互怼、暧昧那条线，
还是挺有偶像剧的拉扯感，只是那种社畜打工人的狼狈，他身上很难看见。杨童书则是另一个方向的长成角色里的例子。这次他排在榜单第3，演的是投行总监方云职场女魔头，精明、果断、老狐狸，敢把下属当刀使，还能让对方心怀感恩。他对钱飞是一套恩师加上司的混合打法，对李亦菲又是一整套防御性拉扯，眼神一秒变锋利。杨童书这些年本就是老戏骨级别，汉武大帝里一人分饰平阳公主和金俗，至尊红颜里的徐莹莹，是很多人童年的反派阴影。以家人之名里的陈婷，女心理师列罪图鉴2我的后半生里，她什么形态的女性都演过，脸上有岁月痕迹，但骨相太抗打，眼神一落就有故事感。作者说得很直白，如果她年轻10岁，这个榜单第1绝对是她。同样有点被角色洗白的是排第4的刘金妍，她演桂离离，是男主李亦菲的前女友，标签写得明明白白。嫌贫爱富，李亦菲创业失败，她马上跑路出轨，这种设定按理说非常招人恨，但观众看下来却很难对她生出那种彻底的厌恶，甚至觉得这个女孩有点可爱。这跟演员的长相有直接关系，她01年生，才25岁，小头小脸，其刘海黑长直，整体质感像一个小曾宝仪，五官不算惊艳，却很耐看。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小缺点，有点微龅牙。正因为这个缺陷，她的脸被记住了，远离了那种磨皮磨出来的统一滤镜。她之前演过《我要和你做兄弟》的米家宁安如梦的方妙掌心的公主嘉悦，花间令的洛哀歌，古装现代都试过，但气场还没完全常开。这次在《爱情有烟火》里，反倒正适合那种有点天真、有点现实的小女生。然后是2位被许多人认为排低了的第5的叶希月和第6的郑水晶。叶希月饰演的是山立方酒店副总廖诗雨，设定是典型的富家千金加恋爱脑，职场上雷厉风行，情场上傻白甜。她在剧里的气质很难得的做到了统一，一出场你就知道她是从小衣食无忧长大的那一挂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现实中的她主业不是演员，是金融人，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，还是深圳市青年企业家联合会的理事。演戏对他来说更像是兼职，于是你看他演名门闺秀、月瑶仙子、薛淑这种非富即贵的角色时，会觉得那种从容是有生活底子的。《沉香如屑》里的月瑶，《宁安如梦》里的薛淑，《唐宫奇案》里的王雨华，她几乎没演过苦情底层小白花。作者甚至评价她演女魔头方云也不会违和。只可惜这次戏份不算多，硬生生把她压在了第5。排在第6的郑水晶，扛的是清爽型闺蜜的那条线。她在剧里演党羽钱飞那位斜杠青年闺蜜，游戏打得贼好，是男2君城暗中崇拜的大神，一人打几份工，面对君城的追求还直接送出一个过肩摔，那场戏弹幕笑成一片。郑水晶94年生，《如懿传》里演过宫女灵芝幸福，《触手可及》里演宋洛，还有不可爱的她的夏安然。她的脸是标准邻家妹妹型，笑起来干净，不抢镜，不攻击。对比起一堆精修脸，她这种看起来像生活中的人的质感，反而像一杯凉白开，让你越喝越觉得舒服。作者把她排第6，理由其实不是不够美，而是这部剧里女性角色整体颜值太高，形象太鲜明，她的定位更多是调味剂，一旦太亮，反而会打乱整体平衡。回到那条争议很大的规则，第1条是尽量原生长相，整得太明显的往后排；第2条要贴合角色氛围；第3条要看演员本人有没有反差料。这3条叠加起来，就能解释为什么王楚然这种屏保级白月光会被放在第2。
而江佩瑶这个闺蜜专业户能压轴。王楚然的美无可挑剔，但有点离生活半步。江佩瑶的美不那么完美无瑕，却藏在了这部剧的气质上。这是一部在爸妈圈拿下1.45%收视，在年轻人圈被骂剧情悬浮的都市剧。它真正让人愿意看下去的，不是投行戏写得多专业，而是这些人物，尤其是女性角色，哪怕被写得有点狗血，脸上和气质里还有人味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部剧本身就自带时代错位感，服化道土，衣着像10年前的职场剧，钱飞的西装店肩大的快飞出来。很多年轻观众一开始刷到，第一反应是库存剧或者压箱底的，但中老年观众看得很买账，说比婆媳剧好看。年轻人这边一边吐槽投行女背几百万房贷还给陌生人租房，悬浮到家，一边又在弹幕里讨论哪个女演员更贴脸。这种割裂，一方面是时代审美差异，另一方面也说明，在工业糖精味多了之后，观众是真的会对自然脸、新鲜脸、多样脸产生好感，哪怕剧情不够严谨，大家也愿意因为看脸而停留。顺带一提，还有观众吐槽这剧男二的脸怪怪的，弹幕甚至有人说是不是 AI 换脸，扮相谭健次扮相别人。因为这剧压了3年，有人猜测后期动过刀，这种讨论也让爱情有烟火多了一层时代痕迹。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爱换脸后期修容随时可能上场的影视时代，而这部剧好歹在女演员的脸上保留了一批未被完全工业化的样本。最后回到那个问题，这6位的排名合理吗？要不要把第3和第2换一换？或者让郑水晶往前挪一挪？从作者那套规则来看，这个榜单更像一个角色贴脸度加演员个人路径的综合评分，而不是单纯的颜值 PK。你要按经验程度排，王楚然很可能是1，江佩瑶2，杨童书3。你要按这部剧里谁最像你在这座城市里真会遇到的人，顺序就会反过来。好在这种排名本来就不是要给出一个标准答案，而是提供一个讨论入口。中老年观众会继续在电视机前看剧情起落，年轻人就一边刷弹幕一边找谁该第1，谁不该第6。市场的数字已经给了《爱情有烟火》一个出乎意料的收视答卷。至于这些干净的脸能不能趁势再走远一点，只能交给下一部戏去验证了。